提到战争，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男人在前线奋勇杀敌。然而，在战斗民族俄罗斯，却有一支被称为史上最强的女子敢死队。男人不敢打的仗，他们敢打；男人不敢做的事，他们敢做。他们最终凭借彪悍的战斗力，成功将来犯者击溃。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为何会毫不畏惧地上阵杀敌呢？1917年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3个年头。此时，俄国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，加上内部政治矛盾尖锐，位于前线的战士们已是军心涣散。看着打到家门口的德军，俄罗斯民众感到了深深的绝望。娜迦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庭，母亲希望她成为一名歌星，但这个计划却因一场意外落了空。这天，一个噩耗传来，娜迦的未婚夫战死前线。正当娜迦悲痛欲绝时，维拉前来和她告别。维拉是娜迦的好朋友，同样也出身贵族。因为前线的士兵节节败退，他决定加入刚刚成立的妇女营，上阵杀敌。看到维拉义无反顾的样子，娜迦把心一横，决定参军替夫报仇。看着女儿远去的背影，母亲慌了，她把金银首饰交给家中的女佣，让她一定要把娜迦带回来。俄军高层之所以成立妇女营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前线士兵的斗志。本以为会没几个女人参加，可谁知报名这天，大厅里却挤满了人。但不管是男是女，只要是去往战争前线，审核总是相当严格。未满18岁的不要，太瘦的不要，太胖的不要。长官正在打印报名表，可没想到下一个竟是自己的女友。长官想让他回家，但女友却坚定地表示要和他在一起。长官一听，虽然嘴上不愿意，但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另一边，大胖因为身材原因被长官拒绝，他很不服气，直接拿起一根铁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其掰弯。长官被吓得目瞪口呆。负责本次选拔的女教官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她很欣赏大胖，不仅将他破格录取，还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副手。经过初步筛选，一部分女人成功加入到妇女营，但这对她们而言只是个开始。女人们来到妇女营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长发，曾经让她们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在这一刻只能忍痛舍弃。看着一地长发，有的人甚至抽噎起来。剪完头发后，女教官告诫众人，打仗不是过家家，敌人不会因为你们是女人就手下留情，你们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这样才有资格踏上战场。做完最后的通牒后，残酷的训练正式开始。天还没亮，众人就在教官的催促下起床跑步。在这之后是障碍攀爬，这对大胖来说很有难度，但他也有自己的方式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娜迦已经累得快要晕倒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而是选择咬牙继续坚持。一整天的训练下来，女人们已累得几乎虚脱。可刚刚躺在床上没多久，教官又下达了集合指令。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，光有体能还不够，射击、投弹、近身搏斗必须样样都会。在日复一日的魔鬼训练中，女人们可以说痛并快乐着，但相比较刚来时的弱不禁风，她们现在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。这天，女教官突然被上级带走，原来前2天她殴打了一个违抗命令的女兵，可谁知女兵直接把这件事儿举报给了司令员。司令员要求女教官道歉，可她说什么也不肯。司令员很生气，直接将她撤职关禁闭，同时表示要解散妇女营。女兵们知道这件事后，组队来到司令部，他们自发成立了士兵委员会，请求让女教官重新归队。司令员没有表态，他其实更想看看这群女兵会作何反应。1天1夜过去了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女兵们都纹丝不动。司令员有些吃惊，他万万没想到这群刚参加训练不久的女兵竟会有如此毅力。司令员找来女教官，让她重新带队训练，但第2天他将检阅全营，如果考核没有通过，妇女营就地解散。教官看着眼前的士兵，眼眶第一次湿润起来，他知道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第2天考核如火如荼地进行，虽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但好在顺利通关。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是真正的俄罗斯士兵。
在庄严的宣誓下，这支全部由女兵组成的敢死队终于奔赴战场。在火车站，娜迦看到了自己的未婚夫，他只是重伤昏迷，并没有死。深情告别后，娜迦哭着踏上了火车。女兵们一路前进，中途驻扎休息时，一群俄国逃兵冲了过来。教官一声令下，女兵们迅速列队，严阵以待。为首的逃兵看着眼前面容俊秀的姑娘，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肆意挑逗起来。教官怒了，上前狠狠给了逃兵一拳。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，你们这群废物不仅临阵脱逃，还在这儿耍起流氓，真不知羞耻！逃兵们被怼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悻悻离去。很快，女兵们抵达俄军阵营，教官找到这里的最高指挥，申请将他们派往前线。指挥很快答应下来，他觉得现在败局已定，就随这群女兵去折腾吧。空荡荡的前线看不见一个人影，教官没有退缩，他让女兵们驻守此处，绝不允许一个德国士兵进入这里。第二天早上，德军阵营走来2个人，他们带着烈酒香肠，希望能和女兵们交个朋友。女兵们可不吃这一套，他们将2人团团围住，然后汇报给教官。教官赶到后，一眼就识破了2人间谍的身份。间谍眼看不妙，吓得扭头就跑。可女兵们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冲上前去，誓要将2人留下。激烈的搏斗中，大胖直接将1人刺杀，另1人也被顺利活捉。教官派2人将活捉的间谍带往后方阵营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在押送的过程中，意外发生了。一位女兵跨越战壕时不小心跌落，脚被扭伤，无法继续行进，另一名女兵只得自己押送。路上，间谍说起家乡的奇闻异事，女兵听得有些入迷，渐渐地放松了警惕。趁着女兵不留神的空档，间谍用膝盖死死顶住她的脖子，挣扎片刻后，女兵最终咽了气。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，不过对这个初上战场的女兵来说，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。当女兵的尸体运到营地时，教官很是内疚自责，他抱着尸体嚎啕大哭，但这一切都已无法改变。女兵的死是个前兆，真正的战争要开始了。这天，娜迦闻到一股奇怪的香味儿，她刚走出营地，想要寻找源头，几个释放着气体的瓦罐却突然落到眼前。娜迦立刻反应过来，这是德国杀伤力最强的毒气攻击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毒气就充满整个俄军阵营，德国士兵也大喊着冲了上来。士兵们拿起武器，戴好防毒面具，反击正式开始。两方很快厮杀在一起。这虽然是女兵们初次踏上战场，但一招一式却十分老练。大胖的表现尤其亮眼，片刻间就击杀掉数名德军。在后方机关枪的助力下，轻敌的德军只能溃散而逃。女兵们虽然成功守住了阵线，但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，数名同伴在毒气和搏斗中不幸丧命。然而，这只是战争的开始。教官找到后方指挥官请求支援，并保证能收复失地。指挥官颇为无奈，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，没人会听他的命令。教官没有办法，只得离开。刚一出门，一群士兵就将其拦住。他们劝说教官，俄国败局已定，还不如赶紧投降。教官没有理会，他觉得眼前这群男人太过懦弱，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也在其中。这个对敌人胆小畏惧的懦夫，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殴打起教官来。教官敌不过，直接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晕了过去。片刻功夫后，女人起身踉跄地朝前线走去。这个背影是所有俄军逃兵的耻辱。既然男兵们不愿伸出援手，教官决定放手一搏。这天傍晚，女兵们点燃蜡烛，默默祈祷。他们知道这次行动九死一生。夜幕降临后，教官带着女兵们朝德军阵营出发。此时的德军正在饮酒作乐，没有感受到危险的降临。忽然火光冲天，德国士兵傻眼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群女兵竟会主动进攻。他们架起机枪进行反击，可这群女兵就像不要命一样冲了上来。这场大战一直从黑夜持续到白天，德国士兵终于认识到了俄罗斯女人的可怕。最终，女兵们赢下了这场战斗，这也是他们收复的第一块祖国土地。
教官看着手下的士兵，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相比较那群懦弱的逃兵，他们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勇士。被一群女兵打败，这让德军无法容忍，他们立刻组织大部队进行反击。在悬殊的实力下，女兵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她们被德军困在战壕里，再无一点退路。女兵们唱着国歌，眼含热泪，但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畏惧。正当静静接受死亡降临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。教官扭头一看，竟是那群不肯战斗的逃兵。原来女兵的举动重新激发了他们的斗志，他们现在要扛起担负在肩上的责任。电影《敢死营》于2015年上映，是根据俄国战场上的真实事件改编。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家，女人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。毫无疑问，正是她们拯救了俄罗斯。不管是以何种身份，只要保家卫国，就值得让人钦佩。现在虽然处于和平年代，但仍然有很多图谋不轨的国家。我们在感谢祖国强大的同时，更应感谢坚守在前线的战士们。谢谢你们。